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继续反弹，周线超跌后，这里会是中期低点吗？谷歌来到关键时刻是反弹高点，还是波段启动位？美股风险依旧，这里小心，还有下跌空间。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指数的一个分析，我们要把之前所讲的观点再总结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说的看跌吞没 K 线，它的一个出现代表的一个含义，目前解除风险了吗？而后缺口当下也不断的被回补，并且重心下移，当下的一个趋势又如何去分析？我们会通过观点回顾、15分钟闭盘时间以及3大指数的趋势来去观察，就会讲到道琼斯、标普和纳斯达克的日线趋势。那么对于指数有了一个分析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方面，阿哲会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沃位、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MBIS 等以上个股，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各位，您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会偏多，所以阿哲的视频平时会偏长一点。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板块您都是感兴趣想要完整收听的，所以也把每一个板块分好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这个对应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不同的个股当中，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个设置。当然第一部分尽量的不要跳转，因为第一部分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指数环境的一个分析，当下是否适合还在继续做多，或者说去不断的看涨。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观点回顾，我们来看到现在的一个图表是日线的纳斯达克指数，当前市场其实在出现不断的冲高回落的阴线，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那么这种下降趋势当下其实还在维持，市场并没有改变这种节奏，所以它这里可以是一个收敛的震荡，而后再选择方向，也可以是蓄势去破低点，形成一个大的下跌趋势。那么它目前究竟会怎么走？当下还缺少那种关键性的一个方向性 K 线，但是从之前所讲到的这种看跌阴线来讲，一旦到了这种位置，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线附近的高点的形成，所以当前这个风险要怎么去解除？它得要把这个阴线给吞掉，看跌吞没是把之前的阳线给吞掉了，那么这种阳线被吞没，反弹就容易见到高点回调。那么当前虽然价格还没有大跌，看跌吞没的确认阴线还没有出现，因为看跌吞没的阴线产生之后，它的低点后续是容易有支撑的，这个支撑点会引发市场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还可以，不过目前也在重新靠近这个低点。如果有一根阴线跌穿它，那么很明确了，它又要往前面的低点的支撑去再次试探，这个时候是确认的阴线，就跟前期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根阴线一样，它是不是也是冲高回落看跌吞没？那么对于看跌吞没，如果您还想要去完整的收听它的一个具体细节，可以看到我们前面2期的视频这都有讲过。那么它的低点一旦被击穿，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说明它后续的上涨基本上都是要去卖的，都是风险。所以当下有看跌吞没，但是还没有确认阴线，一旦出现，风险会更加明确。那么在此之前，如果它能够收出突破阳线，吞没看跌阴线，那么这个地方就会重新构成上涨意愿，下跌趋势线大概率也能够被突破，那么收敛之后方向则会回归看涨，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它可能依旧走一个震荡回踩，甚至是趋势的下行形成。所以看跌吞没阴线的区间还是比较关键的，在这之内我们就以减仓为主，不要随便去加仓，因为它越来越靠近前期的低点了。而从缺口的角度，我们也会发现目前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被回补之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高点形成而后往下跌？所以一个空方的趋势下，如果趋势强劲，那么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向上跳空缺口会被回补，而后难以出现继续的高点，反而会继续下跌。向下跳空缺口在空方强势市场一旦被回补，那么就会有空方的力量再次出现，有看空的人可能再次进场，那么容易出现高点。现在从缺口的角度来看，空方是占据一个优势，而多头的优势是不显，甚至多方有点弱，因为这个看跌的缺口被回补之后，价格又重新跌下来了。所以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市场的空方在变强，而多方开始走弱，走的震荡。这里没有明确的止跌上涨之前，我们要小心它的一个持续回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二部分，叫做15分钟的变盘时间。关于这一点，是我们在日线外
刚才所讲的分析都是日线的，如果在日内我们需要去盯盘，您需要去看到盘中的一个结构，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个变盘时间点。这个时间是只要您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那基本都能够看得到，每天的盘前会收到这样的一份关于变盘时间的一个这个时间表。最近的2天，7月7号的盘前和7月8号的盘前，阿哲只有给到了5个盘中要关注容易产生高低点的时间窗口。当然这不是100%，因为阿哲也不是神仙，是吧？我们只是提前预测，一旦到了这些时间点，你要关注它附近会不会产生顶底分型。如果你发现市场是9点45分开盘第一根 K 线，是吧？出现了一个下跌，它这里如果能够后续出现反包阳线，或者说止跌的底分型，那是有机会出现低点的。但如果它没有，那就小心了，它可能是一个强烈的下跌。而当市场反弹，是吧？来到了我们7月7号的第2个变盘点1点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因为是个反弹，所以要注意了，上涨时小心高点变盘，在下跌时注意低点变盘。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1点变盘之后，它是一直出现压力的，然后出现明显的阴线时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一个高点变盘了。我们第2天7月8号的盘前，是吧？第1根 K 线变盘点，它虽然是一个有底分型，但是它的高点是没被破的，是一个弱势反弹。到了11点15分，市场开始见低点，在这个底部附近，是吧？有支撑，而后有强烈的看涨阳线出现，有底分型，后续出现上行。2点的时候也是一个回调，而后出现底分型反包，再次上涨。所以出现变盘点 K 线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它附近的顶底的反馈。如果是依旧走单边，这个时候不要去随便抄底，或者说看变盘低点。像今天的盘前，阿哲继续公布第1个变盘点。我们今天第1个变盘时间是10点半的时候，那么10点半注意一下，这附近容易出现高点或者说低点。当然，如果那个时间是走单边的，那么没有顶底分型，那么就把它忽视掉。而如果到10点半的时候是下跌见到，那么注意那附近如果有底分型强烈的止跌阳线，那么低点看涨。如果是上涨遇到后续有高点阴线出现，那么就小心是一个10点半的高点变盘。其他的变盘点阿哲会在每天盘前书写之后发布给各位，您只要点击订阅，后续找助教去领取就行。那么这是我们以上的2个部分，观点回顾和15分钟的变盘时间。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不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小红心，感谢您的照常支持。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个评论，那么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那比如说我们后续个股解析当中，如果里面没有您所关注的个股，您也可以写在评论区，阿哲看到会进行一个分析解答。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如果阿哲视频能够帮助到你，阿哲也希望在观看视频之后，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对于订阅同学，阿哲会有一些见面礼，比如说刚才所讲的这个盘前的一个广播、变盘时间点等等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个提醒，都会在我们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您只要点击订阅，再点击那个卡片，就可以找助教去领取我们的盘前广播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今天的第3部分，关于指数的3大指数的日线的一个趋势。我们来看到当前的图板，3大指数的趋势分析，阿哲是用到了一个趋势类指标，您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也可以去安装去使用的。那么目前所看的是道指、纳斯达克以及标普的日线图。目前3个指数当中，标普是走得最强势的。那图表当中它所产生的这一个飘带颜色就是一个趋势当前的定义。那如果日线是一个紫色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如果是黄色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那如果它是刚转为紫飘带，说明目前是一个反弹转为反转的可能阶段。所以当前3大指数的一个强弱之分我们就很明确了，道琼斯是一个强力的上涨，而目前可能是一个回调。那么纳斯达克指数是个下跌趋势，而标普是一个可能即将出现反弹强力而后走为上升再次趋势上行的一个阶段。所以最弱的是纳斯达克指数最强的是道琼斯，处于临界点的是标普。而当下要注意的一点是，道琼斯它出现了黄色 K 线被跌破了，标普也有一个黄色 K 线也被跌破了，只是这个有效性要待考量。这个黄色 K 线它其实是一个顶部的风险信号，比如说市场上涨，像前期这种高点的位置，一旦进入到黄 K， 就说明您在这里要注意了，市场一旦有明显阴线，它也像是这种变盘信号，就一旦出现黄 K， 一旦有跌破的这种动作出现，那么就要小心了，市场这里容易出现高点，只是它的一个调整力度我们是无法去预知的，你需要去规避风险，小心它是暴跌。所以当前道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上行，但是它的最佳买点其实已经过了很久，道琼斯的买点应该是之前这个低位出现蓝 K 的时候，因为蓝色 K 线就是超跌 K 线，市场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上升趋势的超跌，就容易出现上升趋势的一个低点。
而当下它又处于回调，目前是没有止跌，它得要在飘带有支撑后止跌阳线才继续看涨。所以当前道琼斯是刚跌破这个黄 K， 我们不知道这个跌破的力度会不会跟之前这种纳指、标普跌破的力度一样。所以一旦有指数黄 K 被跌破，那么风险就容易出现，我们就认为它可能会面临回调，只是这个回调力度我们需要后续跟踪。所以标普和道琼斯虽然当前的趋势是转为上升趋势，但是它刚刚出现黄 K 跌破，那么风险在此处要去规避、去防范。那纳斯达克指数就更不用说了，黄色飘带，它在黄飘带附近，这里是压力，虽然没有黄 K 跌破，但本身就是一个压力位的滞涨现象。所以三大指数哪怕是最强的道琼斯也面临一个风险的释放，所以在这种阶段，我们认为指数风险依旧，不管是哪个指数，三大指数都表现的有点风险，只是道琼斯相对好一点而已。后续我们也会用上海趋势图去看一下目前的个股，有哪些个股可能也有黄 K， 有哪些个股可能有蓝 K， 后续我们也会去看到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机会。以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3个部分的内容。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上海趋势图，它也是阿哲日常会经常用到的一个指标。如果您已经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您记得也可以去跟助教领取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安装权限。我们一般的粉丝订阅同学，您只要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都可以去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或者说在下方的评论区，只要是没有领过的同学，都可以去找到助教领取这4重福利，分别是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还有技术分析的每周的内部课，以及美股期权我们的实战班的每周的4节课程。如果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想要学到更多的技术分析的一个内容，都可以去参加我们的一个每周的内部课。像本周我们会讲到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在当前的指数环境都不太好，或者说可能存在多空翻转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去保住利润，或者说怎么去发现个股更好的一个买点或者说卖点，我们在本周的每天早上10点会进行开讲。大家如果是阿哲的订阅粉丝同学，想要学习更多这个有用的一个知识，有用的技术分析，那么都可以去找到助教之后去报名参与我们这一课程。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来到个股解析。第2部分的第1支标的看到特斯拉，目前特斯拉的一个走势是一个横盘震荡，我们说过这里是一个压力区，这个压力是之前的这个影线的 K 线，那么这个压力它目前被不断的跌穿支撑，跌穿支撑，所以它这里其实是形成一个相对多空博弈的地方，而目前的空方占据优势，而多方当下还是除了之前这一波还行的一个反弹之外，其实就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当前的它的高点也是降低的低点是降低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价格继续往下破，其实就是走一个下跌的通道，要小心它继续往下去尝试之前更低的低点。好，所以我们当下就是以反弹，以空方的一个下跌趋势来去对待。在这里昨天又出现一个跳空缺口，当然这个缺口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运线当中，它是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它的一个缺口的意义就很小，特别还是一个内部震荡，那么这种缺口其实没什么意义，所以价格走势它就是一个运线之后它连续的收敛，昨天是稍微的扩了一下，是吧？所以跌破了一个直线下沿，目前的一个风险性相对是偏下的。刚才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表，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一个黄色飘带，它的龙门线是向下，所以它整体是处于一个空方的压制，不管是中长线还是中短线，它的一个趋势都不佳。掉到周线上，它也是持续的黄色飘带，最近虽然有一个辫子，但是整体是下行的，所以它的整体趋势已经因为最近的震荡变得有点差了，不太好了，是吧？跟之前我们所看的这左边这个阶段不一样了，左边趋势其实是 OK 的，它延续上去其实会很漂亮，但可惜近期已经走烂了，是吧？走坏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小心它继续烂下去，继续坏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注，昨天这里是一个关键 K 线，这根 K 线它如果继续往下破，基本上就是趋势界定继续往下走新的低点。那这个低点如果守住，它其实也是大的母线的低点附近，守住往下出现强势的仿包的阳线，把缺口补掉，那我们可以认为它还有一次机会去往上进攻试一下，如果能够进攻空间够大，突破母线高点，那其实还可以，但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结合市场的环境相对有点渺茫，所以注意的是往下破的概率会更大一点。这里我们就可以认为最好等下一个蓝 K 做反弹还行，不然往上要走很强的一个方向性 K 线才去看涨。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在我们前几期视频说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蓝 K 超跌低点，又有支撑，所以这里是一个买点。买了之后，其实刚开始表现还是比较差的，但最近有一些股票回落之后，应该是有资金开始选择它，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反馈向上。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它有一个阴阳交错模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1根阴线，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变盘点。变盘点加上它是一个缺口的回补，所以这里要小心了，短线开始进入到变盘高点的判定当中，所以这根 K 线最好后续再接一根上涨，实体阳线突破，那这个时候可以认为变盘点是向上看涨。那么缺口回补我可以继续加仓，前面这里是一个左侧买入先看反弹，然后这个地方如果走弱了，那么就开始要逐步止盈了，因为有可能是反弹高点。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龙门线的支撑，是吧？所以中长线的支撑跌到这里有一个蓝色 K 线，是一个止跌动作。蓝 K 这个信号大家在定了 R 值之后，在主要那边安装了这个指标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蓝 K 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R 值所以经常会关注，所以在某些支撑位上就更好。支撑位上，比如说飘带，是吧？蓝 K 飘带蓝 K， 当然有时候空方区蓝 K 它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低点，不过这种地方不好把握，就是它风险性会比较大，你不好持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专注于支撑位附近的蓝 K。整体来讲，成为低点的概率比较大，只是它是反弹点还是反转点，这个我们需要去跟踪。当下这个地方它是第一次买入之后出现了不错的反馈，所以又到了飘带，又是一个变盘点，最好是往上继续涨上去，那么会更好。如果缺口回补直接往下掉，那这个地方就要开始止盈，开始规避，它有可能是一个变盘高点。周线上其实还是 OK 的，因为周线上它也是一个周期的回落回调过程当中是一个指标带，然后它是个蓝 K， 又是反包，本周最好能够维持反包，那么就更好了，周线就确认止跌。那么之后我们就认为这个周线的这个低点依旧持续往上去波动去做，是吧？我们去找它的一个波动向上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低点如果可以周线日线都不要跌破，往上去找后续的指标带的运行，指标带的回调买入都是可以的，哪怕现在没有参与，是吧？后续也有机会。当然如果它这里是变盘高点往下快速一破，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延续是吧周线的回调，日线的压力，那样其实就不太好看所以这个低点最好别破。我们来看到下个标的是加密货币，目前所看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坊，上方是以太坊，下方是比特币。我们在上期讲过，这里是个顶背离，前期有个底背离，而后出现了市场的反弹，反弹了1周多，这个多方还是不错的，这一波多头是吧？日线上走的还是挺漂亮，顶背离之后就小心回调了。昨天是一个运线开始刺破，但没有有效的跌破，所以这里有个小的底背离，这个地方太小了，这个级别只能说做日内。那价格走势如果往下收阴线跌破，那么就是顶背离形成，而后运线下破，那么方向我们继续往下看，它会底背离去修复。那么市场一旦修复，那么这个地方就容易加速下跌。而后如果这里的顶背离连运线都破不了，那么市场就容易干嘛？去倾向于修复顶背离。那么一旦顶背离修复，两个标的都突破这个左边高点，那么后续这个高点的顶背离的概率就比较低，往上一破，那么市场的反弹就会加速，那么大概率就会延续空间，这个空间应该可以看到连续阴线的高点就能够继续扩展，所以这个是短线上我们一步一步去跟踪。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标的，第一只是 Core 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日线图表，Core 位它其实也出现一个蓝色 K 线的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构成一个抄底的买点。当然这个买点是以反弹为主，而后它因为这里有缺口，所以这个买点一般般，只能说普通的买点，很普通的一个反弹低点。像前期这种位置，它其实蓝 K 出现突破之后，我们去博弈反弹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是吧？唯一一次打止损的其实是这一个蓝 K 突破之后打止损了，就哪怕空方趋势下，它其实股性在这里，所以它哪怕只是反弹，有时候也还不错。所以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参与买入之后设置一个防守位，前面这个蓝 K 的低点，所以这是一个短线方面可以看一个缺口回补，压力在 95.683 附近。当然如果你是做顺势，一般就不太建议了，它依旧是维持空方趋势，压力反弹，整体的飘带和龙门线形成一个压力区，这个压力区要去过，我们才能够后续去找趋势的顺势看涨点，否则在这之内，我们都认为它的趋势可能是往下在推移。而后看到周线上，周线是一个蓝黑目前消失，但是它保持是一个类似运线的动作，上周低点是 80.56， 这周低点是 79.456， 不算是运线，那么它的蓝 K 消失了，但是没有反包，这个地方有机会成为周线蓝 K 的反弹点，但最好确定周线止跌得要是账上飘带，那么它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反弹空间，所以日线可以先做这一个预期，而后等完全突破之后，应该周线上止跌，日线也会出现顺势的交易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次反弹的预期，得够强才行。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当前又来到了一个窗口，关键的一个黄色 K 线被破位了，之前这里也是黄 K 被破，不过当前有一点不一样，是它已经往上突破飘带，如果价格在底下往上
一般来讲压力就是飘带。如果是价格在之下，比如说蓝 K 是反弹到飘带了，它一般就是目标位了。到目标位，如果出现黄 K 跌破，其实开始要有一个止盈动作。另外的就是它如果站上飘带但不跌落飘带，这个时候除了做短线止盈之外，还要关注它有可能会产生我们波段上的一个买入机会，因为市场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势的突破，飘带不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转为紫色飘带，后续是能够存在加仓的。所以飘带的下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354.94 附近不跌破，能够止跌上涨收阳线，那么可以作为再次加仓点。当前只是预防黄 K 风险的持续和它的猛烈，如果它的调整不强，反而去仿包突破，那么其实就是顺势加仓追涨点。而它的周线其实还是不错的，周线它目前是回调到飘带，虽然没有跟之前一样的蓝 K， 但是它也算是重新站回飘带止跌了，只是本周这个还没有反包阳线，所以周线的止跌力度还有待考量。但是这里如果能够有反包再次突破，基本上周线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个是黄 K 后的回调力度，回调不强反而向上突破，就说明这个地方它的压力只要一过，那么整体就是一个反转了。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就不是很好了，它也是黄色 K 线是吧？风险信号，之前的白 K 反包突破，这里是一个看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到黄飘带有黄 K， 那么跌破这里就要做一个缺口了，这个缺口出现，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防守，做一个风险预防它这个反弹高点。是吧？我们就开始止盈了。后续如果再次跌破，那其实就说明这个防守是对的。当然，其实已经短线应该走了，一波短线空间其实差不多预期就达到了，是吧？超跌反弹到黄飘带，黄 K 跌破，那么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短线的一个思路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看它这个黄 K 跌破之后力度回调如何，亦或者是它不回调往上破，那往上破就去找后续的飘带转好之后的一个交易点。当然这个地方如果往上去突破，发现它的风险性会比谷歌强，因为它的周线趋势其实没有谷歌好，它的周线其实还是一个黄色飘带，上方是有压力的。这里如果微软去做追涨的话，其实这个风险会比谷歌大一点。我们来看到下一只是 MSTR 它也是白 K 突破，碰到这个飘带有压力往下落，是吧？它其实也是到位置了，而它是个强势下跌，价格它一直是强势下跌，所以这种股票这个做多最好是等它趋势的明线转为紫色飘带，我们去寻找它的一个买点。当下它也不是很强势，是吧？这个周线走的也不好看，整体空方还是比较强，没有出现太多的这种止跌的一个动作。当前周线还是白 K 蓝 K 的，是吧？还没有反包，周线是一个运线，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日线偏震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当前它也是很强势的单边下跌，然后在周线上呢是连续的蓝 K， 周线连续蓝 K 回踩到之前底分型的区间内，这里是左低的支撑，左低支撑有蓝 K， 那么等待蓝 K 消失反包，那么周线可以看个反弹。周线如果有反弹，那么其实空间还是足以去做日线的，只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蓝 K 的止跌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它依旧呢是有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往上去突破，那么我们再去看周线止跌之后的反弹空间，那么就可以针对这一波下跌去做它的一个中期反弹，那个时候是可以。当前还不行，当前它这个反弹力度还是偏弱，有可能还要继续回探左边的低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以来的话，在左高突破之后呢，一直走震荡，是吧？它的黄 K 跌破了，它的调整力度不是很强，所以后续呢依旧可以维持看涨。它目前就是一个长阳加速之后，受制于市场的一个环境震荡，所以它偏向于震荡回调。后续按照目前的这种强势的回调来看，它有机会继续看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寻找低吸点，目前是回补了这个缺口，那么如果回补之后收一根阳线站在缺口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这个地方是不是震荡末期呢？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买入低吸的一个手法，因为有些时候回调给你好买点，是吧？有时候回调给你好买点，有这个蓝 K 回调给你好买点，但不是每次都会是一个单边回调，它有时候它可能走震荡，所以震荡的话呢，我们就去找其他的这种反包阳线也是可以的。所以目前依旧维持看涨，周线上其实就走单边，所以这个看涨呢是短线看涨，因为周线的位置它其实是黄色 K 线了，如果本级别图有到黄 K 了，其实就我们认为它这里是偏高的位置了，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在等待，所以这里呢我们看的涨是一个短线看涨，不是一个中线以上。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MD 在之前蓝 K 反包突破走了一波新高行情，而后又走为震荡，但这个震荡呢和这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李来的震荡还不一样，它呢是周线上的震荡，所以日线走得很复杂。周线震荡有黄 K， 那么它这个震荡什么时候结束就不确定了，所以日线这一个阶段就不太好把握，短线都不太好把握，是吧？整体太乱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反包阳止跌，它涨那么一根 K 线就结束了，所以这种行情呢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就没有必要说太花费心力去做这种短线或者说波段，它这个地方还处于选择方向的地方，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选择。如果后续依旧收于这个飘带之下，那么容易就慢慢转为黄飘带，那么它可能更加偏向于这个下跌。目前的飘带的一个上下沿是 529.269， 下沿是 517.725。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英特尔。英特尔在跳空之后出现了连续的这种蓝色 K 线，但是它的趋势走的不太好，有点走坏，所以它后续呢大概率就会转为一个黄色飘带。只是蓝 K 如果反包突破，依旧可以看反弹，但这种反弹做不做呢，就看各位了，因为它的空间有可能会受制于这个飘带的压力。目前飘带在 123.148， 所以它有时候这种跌破之后转为黄飘带，你就要关注它反弹，就容易遇到压力。如果压力不强突破，那还有机会扩大它的一个波段。但是每一次一旦跌深了转为黄飘带，它毕竟就是一个有可能只是反弹的一个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所以正常我们希望它的一个回调是不要破飘带会更好。周线上的话，其实这个英特尔它是周线上的一个回踩，而后是震荡，但周线呢它的止跌目前还不明确，市场呢还是阴线和阳线差不多，而后有长上影线，有连续的阴线，那么在飘带附近我们去寻找止跌更明确的一个动作会更好。所以这里一旦有反包阳线，先做反弹，能够突破飘带站回飘带，再去看更长远的一个上涨。下一只个股是 APP 呢是突破黄飘带之后走了一个回调，跟目前的谷歌有类似，谷歌其实也是突破，所以目前就是不要破飘带，不破飘带，那么不跌回来，它不强势下跌，那么这里呢就有机会转止飘带往上看涨。所以这个地方在回踩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强烈的反包止跌阳线底分型出现，那么其实可以去构成一个再次的二次买入。从周线来看，它是不是也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周线呢，它其实是走了一个止跌了，它的周线是止跌的，所以 APP 值这个还是认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周线止跌守红不破突破，所以这个地方是作为周线，我们可以有这种预期，就它走了一个目前的反转波段，那么这里可能还有一次新高机会，所以周线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找日线的一个买点，一旦可以，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附近介入，而后去寻找下一次的启动位，这个呢是我们的预期。当然它这里如果来一根阴线直接破飘带，特别是把这根 K 线最好不要跌破，这里如果跌破的话就不太好看了，所以这里应该止跌启动作为买点。而后下只股票是半导体上被做多，它呢有一个反包阳，但是它有一个大缺口，而后它是运线刚下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而后它不是蓝 K。反包阳的话，如果遇到的是一个有缺口的地方，那么这种地方它的反包阳最好是能够把缺口都补掉的，所以它这种地方就容易补缺口之前容易是一个反弹，空间肯定不是很大。所以这种带缺口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震荡中的缺口，是一个方向性的，那就要小心，是吧？之前这种缺口一旦出现，后面补的过程当中它都补不掉，那就是风险了。这里又来一个缺口，这里如果依旧无法收阳站上，那是不是还是要往下去看推动？所以这里就有点风险，它也转为黄飘带了。周线上实际上是回踩，但是是否能支撑，我们需要去继续关注它这个调整回补的力度。如果能够快速回补，而后收阳站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运线的假破往上破母线我们再去往上看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地方跌得太强了。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的话，它也是个运线上破转为紫色飘带，但是它这个破的时候，它的影线太长，所以这个是个上影线，这里也是上影线，这里也是上影线，所以这种区间呢，我们直接以上破去买的话就不是很好。那么这里有飘带的话，我们最好等飘带在推进过程当中回踩去做介入会更好。而如果它真的很强的话，至少它不回踩上，它直接往上突破，那么也可以去看。但这种追涨呢，在弱势空方趋势下去做不太建议因为破飘带一般再破这个龙门线容易就滞涨了，所以 Meta 的一个空间是不算很大的，所以它走得再强，在飘带附近走运线上破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易点。周线是保持这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个空间当前我们是认为它依旧是周线蓝 K 的反弹而已，是吧？周线蓝 K 反弹飘带，周线蓝 K 反弹飘带，是当前已经到飘带附近了，所以这里呢就小心的是风险，而不是多关注于这个机会买点，因为我们的买入蓝 K 已经到这里突破了。接下来呢，再看到 RKB 的空间是 OK 的，它回调过程当中不太好的是它有一个缺口，就缺口补缺口，说明这个空方相对还是比较 OK 比较强，所以当下只能说龙门线的支撑是否能够有所寄望，而后在这里继续出现反包突破。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反包，那么止跌就有望了。
当然这个缺口最好一直被吞没，那么这里就可以做2次买入。之前蓝 K 突破，这里如果光头阴就是最高和开盘是相等的，所以它是光头阴线，光头阴反包，然后缺口只要不是有明显压力，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再次看涨，因为它底下有一个中期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是周线上的一个飘带，周线其实目前也转为了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蓝 K， 那么这个蓝 K 如果在之后不再往下跌，那么消失，那么借助飘带蓝 K 有机会这里构筑中期的低点，但是一定要信号明确，目前是连阴，那么要有明确止跌阳再去往上看，否则这个飘带离得还是比较近有压力的。但中期是没有问题，选股是没有问题。台积电的话也是偏震荡，有点乱。那么当前是有个黄 K 跌破，然后它整体也是在飘带附近在震荡，飘带呢有支撑，但是每次推动行情在减弱，所以它这里要小心是不是一个衰竭点，因为它离这个周线的飘带是有一定的距离。之前回踩飘带蓝 K 突破走了一波行情，这波行情走了比较长时间，目前又有冲高回落的长上影线以及这个吞没的 K 线，那么它又有可能往飘带走，所以飘带呢是 411.597， 那么日线的411大概是在左边这个低点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如果能调到这附近出现蓝 K 会更好，这个地方的话有可能还在准备一个调整。那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是走了一个黄飘带黄 K，那黄飘带黄 K 当下是有个顶分型了，下跌力度呢还不算很强，黄 K 还没有消失，所以顶分型左一作为防守，如果收阴跌破，那么就小心风险。当然黄 K 加顶分型其实已经可以构成这个减仓，之前反包突破到飘带附近，其实一波短线反弹已经差不多到位，那么这里有黄 K 开始重心有下移，你做一部分减仓，再剩一部分留有左一防守，跌破再走也是可以的。整体的趋势它也是这个跟 Meta 一样是下跌的，它呢比 Meta 还弱，因为它离这个龙线还有距离，然后它呢也是一个单边走势强势下跌，刚有破底行为，所以这里是一个破底之后的反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周线反抽收阴线，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说明还要往下走加速，就是说明空间还有的跌。下一只个股来到美光，美光的话，它的周线是一个回调，当时还没有到飘带，周线一旦展开周线的回调的话，它可能就是往周线的缺口、周线的飘带去走。那 811.737 是它的周线回调的一个支撑位，当前虽然有蓝 K， 但是它蓝 K 反包还没有另外一个蓝 K， 所以最好蓝 K 消失反包，看一波上涨。这里上涨也只能先看反弹，因为它跌破飘带了，所以底下呢还没有去回踩那个周线支撑，但是有蓝 K， 所以短线如果消失反包能够先看个反弹，可能是回补缺口，可能是处理飘带，但整体来讲它只能先看反弹了。然后周线的回踩还没有完成，我们可以认为它可能有一个反弹，但是调整的位置还不一定够，所以周线的地方还差一点。当然它这里直接启动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它要先过飘带，飘带的压力是 1052.26， 毕竟它也是个运线下破了嘛，所以方向大概率是还有空间下跌。那标记这个绿色块的话，我们毕竟它是一个偏龙头的一个标的了，所以这个地方在左低这里如果出现反包突破，可以去博弈一下，它可能不只是反弹，那个时候再说，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反包。下一只个股呢是我们最近一直在提到的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其实走了一个反弹，也到了飘带，没有黄黑，当时也有顶分型，所以这个地方小心它滞涨。但它哪怕滞涨，它只要我们维持这个状态，因为它的周线是一个蓝 K 反包突破，那么当前呢，虽然突破的力度不算特别重，因为它只是略微过了一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低点它是周线形成了，所以一旦蓝 K 在周线形成，是吧？像之前这种蓝 K 在周线形成，我们就可以去考虑日线上去博弈它会往上去做至少反弹，至少我们说看个大阴线一半的位置是吧，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日线就可以去找买入的机会。那么在这种龙门线附近呢找支撑买入，当前呢如果能够再回调到龙门线或者飘在附近走反包阳线，都可以作为是一个看涨点，它最好不要去跌破这个左边的这种低点，所以不要有太强的阴线，我们要等待继续阳线继续加仓，所以现在是周线看涨，日线继续找加仓点。下只个股来看到 AOI 的话，它跟这个 LIT 的整体格局差不多，它是来到了周线的支撑，而会有蓝 K， 让蓝 K 没有消失，所以依旧在走这个下跌超跌。当下在之前的这种震荡区间附近，是否能够有蓝 K 消失、蓝 K 反包？那么周线一旦有止跌，日线的买点就去找。如果当前是周线还没有止跌，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呢，我们就认为它可能还有回踩龙门线的需要。当前也没有反包阳线，也没有蓝 K， 所以空间 OK， 周线还可以，但日线的止跌目前还没有见到，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下跌，那就不用太早去介入了。那么 LIT 也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周线上其实它也是蓝 K， 然后这说明还在跌，还在超跌，但没有止跌。左侧其实也有震荡区间，然后离龙门线也在靠近，所以也是一样的一个格局。下只个股 NBIS 就有买点了
MBS 的话，它是来到了周线上的支撑点，我们是不是在上节讲过，这里离周线的一个支撑就差一点点，它目前呢是往下确实跌了一根蓝 KO 反包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就先看一个反弹，那反弹这里有缺口有黄带，那么这里就对于它来讲是第一个压力位，因为它已经破了这个左边低点，所以这里反弹一破，这里一上，这个缺口如果不能过，那么往下就是趋势的反转，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往上快速的把这个地方给突破，那么这里转支撑，继续往上看中期上涨，那就还可以。所以这个地方作为反弹第一个关注点，就是这个缺口和这个飘带，一旦可以，那么可能就是周线的首次回调，再次的看涨，就有机会看大空间，否则这里就要小心了，它可能调整还没结束，反弹这一波一定要看强，够强才行。那么以上是7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